早上好，现在早上7点多，我们已经坐上了小火车去 Houghton Boden 去看马特洪峰的日出了。刚刚窗外已经看到了马特洪峰，期待今天能看到一场不錯的日出。這個小火車叫做 Gonnekartbaan， 是馬特洪峰很有名的一條線路。我們準備去看日出，好期待啊！我們這天的目標是去追馬特洪峰的日出。而這是一個和時間賽跑的遊戲。那天的日出在早上7點40，而最好的觀景點是在高山湖泊 Heathersea， 那裡能看到湖面倒映的馬特洪峰。要到那裡，我們得先搭乘登山小火車。我們早上6點35從泰什出發，15分鐘後到達采爾馬特，然後馬上轉乘前往 Gonnekarт 方向的登山火車。上山的第一班火車早上7點出發，我們在7點28分在倒數第2站 Houghton Boden 站下車，再走大約10分鐘就能到達 Heathersea。如果順利的話，我們應該能剛好趕上太陽升起的那一刻。看完日出後，我們計劃沿着鐵軌一路徒步下山回到采爾馬特，全程大約需要走4個小時。下午還想去采爾馬特的網紅機位看看，看能不能拍到馬特洪峰的日落。我們剛好趕上了，這時候太陽剛剛好照到馬特洪峰的尖頂。我們看到了耶！太陽光剛好灑在馬特洪峰上，這麼近距離的看到了它的倒影，還有日出，太感動了。現在就是在 Heathersea 這個地方，離我們剛才下車的地方走了大概10分鐘的下坡，很近很近。湖面已經有一點結冰了，我現在就站在結冰的位置上，不敢再往裡走了。今天真的好開心，看到日出也看到馬特洪峰了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馬特洪峰的全部。然後我們現在上來了更高點來看馬特洪峰，然後發現了一個石頭堆起來的一個土堆，這邊很多這樣的在徒步路上，主要大家都是為了祈禱和紀念作用，比如說紀念自己逝去的親人這樣子。包括馬特洪峰呢，其實它本身也是歐洲最後一座被登上的山，因為這座山非常難攀登。1895年的時候，是英國人帶着一行人，他們登上了這個山，但是在下山的時候，7個人中有4個人因為繩索斷裂，他們就墜崖身亡了。所以我猜這個應該也是為了紀念這4位逝去的登山的挑戰者而設立的。你看，我一個手就可以把馬特洪峰給拎起來。瑞士很有名的巧克力牌子 Toblerone，
上面畫的就是馬特洪峰，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樣？打開包裝的時候，裡面也是馬特洪峰一個一個的三角锥，感覺吃巧克力就像是吃掉整個山峰。你看，現在才秋天，就已經有雪了，咯吱咯吱的，好舒服。感覺我被困住了。從這邊走吧。感覺好多都結冰了。下面有一堆小屋的地方就是 Heuvelberg， 我們馬上就到下一站了。看到一個小火車，紅皮火車正在往下走。車站旁邊還有一個小教堂，就放在馬特洪峰的旁邊。我願稱之為世界上最孤獨的教堂。我們已經到 Heuvelberg 這一站了，這邊顯示這裡離 Hottenburg 要1小時20分鐘。我們已經走了這麼久了，我們準備接下來繼續往下一站走，下一站是 Heuvel Up。在 Heuvelberg 下面居然建了一個滑雪站，而且建得好快啊！我感覺12月份就能用起来。好像是給初學者準備的，因為我看從上面這樣的下來，這個坡道也不是很陡。這真的是太幸福了，在馬特洪峰下滑雪，這個體驗。我們是要沿着這個路一直走下去吧？你看，經過那個一片森林的地方，是不是最遠處那個山谷裡面的那個就是采爾馬特？我们這樣一路下去，其實滾下去是不是更快一點？我覺得這一段還是比較有挑戰性的。你看馬特洪峰上面，感覺像有個煙囪一樣，感覺像是裊裊炊煙升起。上面有人做飯嗎？中间 Quincy 這是綠湖的方向，可以去綠湖。明天我們就會去綠湖，不過不走這一線，是坐纜車那邊上下。好棒啊！我們差不多已經到再下一站了 Heuvel Up， 不過我們不會路過火車站，會路過這個餐廳。這兒居然還有一個餐廳。而且還有酒店，我很好奇，這個地方離纜車站、火車站也不是很近，他們怎麼拿着行李過來住啊？我覺得這是在建酒店耶，一個一個小木屋。你看，剛好正對的就是馬特洪峰的方向。你看，這一看就是在建一個酒店。你看這車是能夠開上來的，我要住這兒，他應該得把我送上來，要不然這提着箱子不可能走過來啊。好可怕，我都不敢说话了。还是最爱吃花生啊！先吃了萝卜，现在在吃花生。真是，居然徒步路上遇到了土拨鼠。我看着一个洞一个洞的，感覺很像土撥鼠的洞，沒想到還真的有哎。再給它餵一些。餓了，看來是餓了。來，也吃。來，吃吧。吃不吃啊？吃不吃蘿蔔？我專門給你掰開了。不吃啊？他還是在觀察，發現沒？但他現在居然已經願意出來了，已經不錯了。來，吃吧。
剛看到土撥鼠真的太可愛了，我發現它還是最愛吃花生。一開始拿蘿蔔的甜味把它引誘出來之後，它後來就只吃花生了。不過呢，它是很怕人多的，旁邊有幾個人過來，它聽到那個震動聲，它就又跑進去了。我真的天哪！你看到這邊這麼多的洞，你真的無法想象它裡面到底有多少，地下有多少成群的土撥鼠了。差不多要走進樹林深處了，現在剛好到中午，還挺熱的，陽光曬下來。啊，休息一下，吃個午飯。這椅子上還寫的Schön, dass Sie hier sind，真好，你来到了這裡。哎呀，我覺得好暖心。早上沖的橘子水，然後還有2根火腿腸，曬着太陽吃着火腿腸，今天真的是好惬意。這邊是有指示牌告訴我們，這個方向是去采爾馬特的徒步道。我們是不是都快到了？我們終於走下來了，前面就是采爾馬特了。我們準備去城裡轉一轉，然後下午休息休息就去看日落了，看看今天能不能看到日落。我發现采尔馬特這個小鎮還挺大的，我們又走了20多分鐘才走到它的鎮中心，然後又可以看到馬特洪峰了。今天天氣真的是絕美，就一直看到它有炊煙飄起。這個小鎮呢本身是不通汽車的，我們也是只能坐火車到達，所以你看到小鎮上的公交車包括出租車它都是電動的。這個小鎮呢主要是為了保護環境和它的寧靜，所以呢空氣特別的清新。我們現在準備稍微休息休息，然後晚上就去看日落了，看能不能碰到一個好天氣。我們現在來到了小鎮的制高點，來拍馬特洪峰的日落。剛才看到了好多人都在那邊排隊等着拍日落，不過現在山峰被雲霧遮擋着，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等到，稍微有一點散開的感覺，看看我們能拍到些什麼吧，敬請期待。然後明天我們就會去五湖徒步了，這也是采爾馬特地區最有名、最經典也是最美的路線，非常期待，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，看看能不能看到馬特洪峰。那就這樣啦，欣賞一下我們拍的片吧。等了很久，天氣也沒有變好的跡象，我們只能放棄了。今天的時間安排比前一天輕鬆很多。我們計劃走完采爾馬特最有名的五湖徒步路線。我們先從采爾馬特坐火車到孫內嘎，再轉纜車前往 Blauwheid 站，然後徒步大概半個小時，就能到達第一個湖泊 Stelizy。接着我們會一路往下走，依次經過剩下的4個湖，最後回到孫內嘎火車站，再坐火車回采爾馬特。整個路線大約需要4個小時，途中我們也會記錄一下到達每個湖的時間。如果大家以後也想來走這條路線，可以參考一下。我們現在已經在去 Blauwheid 的纜車上了，這次換了一個小纜車，
你們發現了沒有？我們11點多其實就已經到采爾馬特火車站，但12點多我們才找到這個去孙内盖缆車，是因為我們中途迷路了。我們繞了大半個采爾馬特城區，結果去到了去冰川天堂的缆車。我發現它這邊標識很不清楚，包括 Google 地圖也很不清楚。如果大家下次也想来五湖徒步这個路線的話，可以在屏幕下方看一下我們標記的這個地點，按照我們這個地點就能找到正確的纜車站了。好冷啊！我感覺這兒應該能有0度吧，凍死了。這裡就是五湖徒步的起點 Blauheit， 我們已經下纜車了，說走15分鐘就可以到達今天的第一個湖 Steilsee， 走去看看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第一個湖 Steilsee 了，你看那兒聚集了好多人，可以看到馬特洪峰的倒影了。不過現在好多雲，去看看運氣了。我們到第一個湖 Steilsee 大概走了10幾20分鐘吧。不過現在馬特洪峰被雲籠罩着，估計要等一會兒看看有沒有運氣能看到倒影了。感覺好像現在那個尖尖又露出來了一點，你看，好像有一個豁口。我們等一下，這個時候看陽光能不能照下來。既然看不到尖尖，那就手動給它 P 一個尖尖上去，這樣子是不是就完美了？這個湖呢，實際上是看馬特洪峰倒影最經典的機位，也是最漂亮的機位。你們可以看，就是有的明信片，馬特洪峰所有的明信片基本上都是以這個湖為背景而拍攝的。但是我們今天又拍不到了，不知道會不會再來一次。現在準備前往第二個湖 Grindisee， 走過去我看大概1個小時。哇！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有零下15度了，凍得手腳都是冰涼的。看 Grindisee， 這就是我們要去的第二個湖了。不過現在又看不到多長時間，我覺得它這個路標其實很不清楚。它一開始還有一個五湖徒步的一個專門的路線，然後現在就完全不顯示了。我已經看到了耶，往下看，你看下面這兒面前就有一個湖，然後遠處還有一個湖。你们知道馬特洪峰為什麼在全世界都那麼有名嗎？因為你看它這個形狀是個圓錐形，像這個樣子的話，全世界都沒有幾座山可以長成這個樣子。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這個，因為它這個山在意大利和瑞士交界處，所以呢，只是在瑞士這邊看起來是一個三角錐的樣子，反方向意大利那邊其實是一面傾斜的牆，這樣下來的樣子，只有我們這邊是。我現在發現前往第二個湖這一段反而比第一個湖的倒影更漂亮，因為它下面這一片森林真的太漂亮了。我猜如果秋天來的時候，就是一片楓葉的顏色，然後冬天就是被雪覆蓋住。為什麼這邊越往下走人越少呢？為什麼大家都不走這條路呢？實在是太可惜了。我們現在就進森林裡了，這什麼樹啊？這應該就是我們在上面看到的樹，紅杉樹。
終於，我們到達第2個湖 Brindisi 了，歷時1個半小時。這個湖能角度更低，看馬特洪峰，就像是藏在樹林中的秘密一樣。你看馬特洪峰被這麼多紅杉樹所包圍着，然後風一提呢，你還能聽到冰川融水融化的聲音呢。我去，這個綠湖這麼難去的嗎？現在繼續上坡。哎，你看這個地方，很像這個日本的流水麵線。我放一點麵條在裡面，我們可以在這兒吃麵線了，是吧？看來肚子餓了。又走了半個小時，我們到了第3個湖 Quincy。這個中文意思呢就是綠湖，因為夏天的時候它周圍的草地都是亮綠色的，所以叫綠湖。現在雖然已經到秋天了，它有一點黃綠色，但是也很漂亮。美中不足的就是遠處其實應該能看到馬特洪峰的，但現在被烏雲擋住了，看不到了。它的顏色也是綠色的，而且现在陽光照下來，真的是像寶石一樣翠綠翠綠的，真的很漂亮。其實瑞士有很多這樣的高山湖泊，它呢不是人工調製的，而是天然形成的，都是冰川融水形成的。而且在陽光的照射下，它會從藍綠色、綠色，或者說是到牛奶藍，都是不一樣的顏色。就像我們之前去的厄西嫩湖，它的湖水的顏色就是藍綠色的，陽光照下來，在雪山映照下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呢，每一個湖的顏色都不一樣，它也在有着自己的故事。就像我們剛說的那樣，我们现在就在厄西嫩湖，這也是瑞士特別有代表性的湖泊。這裡是在伯爾尼高地 Kandersteg 附近。別看它這個名字很奇怪，它被稱為世界最漂亮的湖泊之一，就是因為它的水顏色就像翡翠一樣碧藍碧藍的，那是因為它是冰川融水而形成的。又花了半個小時，我們到了第4個湖 Mussisi。這其實是一個人工湖泊，它呢這個水是來自於山上的冰川融水，它顏色非常特別，呈現一種牛奶藍的顏色，這是因為冰川融水裡面的礦物質所導致的。現在遠處還能看到一點馬特洪峰，太漂亮了。上面的3個標：第1，禁止攝像；第2，禁止穿着泳褲游泳；第3，禁止跳水。這些人不着急的嗎？我感覺都快是來不及趕上最後一班纜車了。指示牌上說要35分鐘，我們大爆發，15分鐘就走到這兒，主要是為了趕最後一班纜車。這個就是第5個湖了，最後一個湖叫 Lisi， 它呢主要就是大家遊樂的地方，就很多家庭會帶着小孩在這裡野餐或者玩一些遊樂設施這樣子。然後前面就是纜車站呢，就是我們會從那個斜高上去的這個纜車 Sonega 走上去，大概10分鐘就坐那個纜車回查爾馬特了。現在5點5分，我們坐了一個 Lisi Shuttle， 它是一個免費的 Shuttle， 可以帶你就是上到這個 Sonega 這個缆車站，你就不需要再步行10分鐘了。
我想想看啊，我们是12點多一點到達這個纜車站，5點多回來，大概歷時5個多小時走完了這條全瑞士最美路線。總的來說，我真的覺得非常值得。美中不足的就是天氣時好時壞，烏雲也遮住了馬特洪峰，很多時候是看不到這個山峰的。但是呢，我覺得我們會再來的，因為某個人說他很不高興，已經3次了都沒有看見馬特洪峰，那就期待下次再來嘍。那就這樣。